没人问我擅长什么。我爹是瑞锦记绸缎庄的掌柜，我3岁摸算盘，7岁看账本，12岁能替爹扎平1整年的流水。可京中贵人眼里，拨算盘不过是市井俗物。满屋人低声议论，语气带着几分轻视。沈怀瑾也弯了弯眼，笑意干净郑重，没有半分嘲弄。他轻声道：“会盘账很好，国库也需有人细心打理。”他是户部最年轻的郎中，朝野都传他与盐运史家的陆婉堂是严正同道。可最后他求娶了我，婚后我们向来配合默契。他从户部带回成堆公文账目，我逐笔核对纠错；他伏案撰写策论，我逐一校验文中引用的钱粮数目。一日深夜，他在书房草拟盐政书文，我在外间复核陈年盐税，连续3遍，一笔款项始终对不上。这笔账有疏漏。他接过账本细看许久，抬眼看向我，眼底藏着温和的欣赏。阿满，你核对账目时眼里亮得很。我垂下手问他，是不是觉得我整日和算盘打交道，格局狭小？他伸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指尖。不是好笑，是好看，难得的踏实通透。这句话我珍藏了许久。变故是从户部整理10年盐税积案开始的。陆婉堂本是盐运使陆家嫡女，自幼研读盐铁典籍，熟知盐私旧党。先前夫家涉案抄家，她与丈夫和离，带着3岁幼子归京。陆家宅邸暂被查封，母子2人无处落脚。那日沈怀瑾从户部归来，独自在廊下伫立许久，指尖冰凉。陆婉堂回京了，她前夫一案牵连甚广，母子2人能保全性命已是万幸。如今户部正梳理10年盐税积案，她熟练旧制，能帮上大忙。我为他递上热茶。你打算举荐他协理公务？他沉吟片刻，满是公事公办的考量。于公，他熟悉盐政旧事，能加快积案清理；于私，相识一场，他母子落难，理应搭把手渡过难关。我打算举荐他入户部做临时帮办，先安顿下来。3日后，户部筹办盐党梳理会，积压10年的盐税旧党积灰错乱，一众郎中翻查半日，毫无头绪。沈怀瑾邀我同去，说我梳理账目速度更快，能搭把手。陆婉堂一身素白北子立在一旁，面色苍白，脊背却挺得笔直。他未碰算盘，随手翻了2页卷宗，缓缓开口：10年前淮北盐运司上报税则，与户部实收金两相差3700两，并非漏记，是人为抹平账面，遮掩亏空。满堂郎中慌忙核对卷宗，一炷香后，所有人神色凝重。他所言分毫不差。沈怀瑾望着他，手中茶盏顿在半空，那是对公家专业人才的认可，全然是公事层面的赞许。散会后，他径直去往书房推演盐政旧案，我端汤送去，案头铺满盐税档册，密密麻麻写满批注。这笔差额他是怎么一眼看出的？他笔尖微顿。他自幼尽心于盐司典章规矩，深谙其中层层脉络，和商铺日常流水账目本就是2套体系，一时半刻很难讲清。我将汤碗推至他手边。章法再复杂，根基都是数字，你慢慢讲，我听得懂。他眉心微蹙，语气带着几分无心的直白。盐政自有一套独有的规制，你平日打理商铺账目足够，不必耗费心力钻研这些官制桃木。一句不必，刺得人心头发闷。从前你说我把账目熬平便足够好，不必通晓朝堂典制。如今见了陆姑娘的本事，反倒觉得我懂这些是多余。沈怀瑾立刻起身。我从未嫌你分毫，只是怕你累着。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轻叩声。陆婉堂捧着青瓷姜枣茶站在廊下。沈郎中，听闻你熬夜梳理盐档，户部厨房煮了姜枣茶，我顺路给你带了一碗。抬眼见到我，沈夫人也在。沈怀瑾连忙上前接过茶盏。有劳陆姑娘。陆婉堂目光落在案头卷宗上。方才随口提及的亏空，你竟还费心推演。他转头看向我。沈夫人也通晓账目，略懂商户流水，那这本陈年盐档，夫人可有看出异样？他并无轻视之意，只是出身世家，自幼接触官盐体系，下意识认为商户账目与关税体系隔阂甚远。我拿起他写满批注的稿纸，快速浏览一遍，指尖拨动算盘，3颗算珠。淮北亏空3700两，是以淮南盐税填补，可淮南当年实际入账3682两，中间凭空少了18两。我将算盘推到他面前，平静发问：陆姑娘，这18两银两账面无迹可寻，你可知流向何处？陆婉堂脸上的笑意一滞，略显窘迫。方才我只粗略估算整体掐值，未曾细会数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估算生酒抵不过主笔合院，经国济民的道理再精妙，账目分毫不能差，少1两便是一处疏漏。他神色微白，郑重颔首。沈怀瑾没有看他，目光落在噼啪作响的算盘上，满是错愕与认可。陆婉堂低声致歉，转身离开。书房只剩我们2人，沈怀瑾半晌才开口：那18两差额，
你方才片刻就算来了。方才与他说话时顺手核对完毕，我没有多言，低头翻看卷宗。他站在原地，欲言又止，满心愧疚，最终只是安静陪在一旁，再未打断我核对账目。晚间，沈怀瑾同我商议，陆婉堂母子暂居客栈多有不便，且每日往返户部梳理卷宗，耗时费力，想借来府中客院暂住一段时日，方便协理公务。可以暂住客院。清音阁挨着我的账房，我每日盘账需要安静，孩童吵闹容易分心。他面露为难。清音阁离书房近，存放严当核对卷宗更方便。他白日办公，能省不少脚程。客院是独立小院，自带小厨房，母子二人起居反倒自在，绝不会打扰旁人。卷宗可以挪去外院书房，一样方便办公。陆婉堂恰好前来送整理好的卷宗主簿，听闻对话，连忙开口：“沈夫人不必为难，客院我住得安稳，若是给府中添乱，我带孩子回客栈暂住也无妨。客栈嘈杂不便，安心留下便是。只是账房旁的院士实在不能动。”孩童怯生生看向我，沈怀瑾斟酌片刻，语气带着商量：“阿满，他近日要赶着中整10年严档，住得近些，能尽早结案。要不就暂借清音阁半月，待卷宗梳理完，便搬去客院。”我知晓他们处境艰难，也知晓公务紧急，所以愿意收留，但不打扰我做事是我的底线。话音刚落，陆婉堂轻声咳嗽起来。沈怀瑾示意丫鬟添件外衣，礼数周全，分寸分明。清音阁不可退让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沈怀瑾望着我，眼底藏着纠结。从前你素来宽和，今日为何不肯退让半步？从前从未有人触碰我的分寸。陆婉堂柔声劝解：“沈郎中，莫要为我与夫人争执，客院便很好，我住得惯。”沈怀瑾见我态度坚决，也不再坚持，当即应下：“好，那就住客院。我吩咐下人把外院书房收出来，存放卷宗。”我淡淡点头，转身向外走。他伸手想叫住我，我脚步未停：“我去绸缎铺核对账目，明日再去也无妨。铺中账目尚未倒平，耽误不得。”他脸色沉郁：“你这是在同我置气。”我回头静静看着他，我没有闹脾气，只是想看清，为了旁人的难处和公务的急处，你是否会一再抹去我的底线？他眼底掠过一丝慌乱，正要开口，府中小厮匆匆来报，陆婉堂的幼子突发高热。沈怀瑾脸色微变，当即吩咐：“速去请大夫，再把库房的退热药材取来。”他转头看向我：“我去客院照看一眼，安顿好孩子便来找你。”我颔首示意知晓，他快步离开。冯掌柜气得连连叹气。我抬手示意继续核对账目，核算间，算盘边角划伤指尖，留下一道浅红印子。从前他总会攥住我的手仔细查看，叮嘱我拨算盘当心受伤。如今他先顾着府中客人的难处，也算情理之中。只是这份情理终究磨掉了几分心意。孩童高热2日，沈怀瑾全程帮着寻医抓药安排照料，皆是客居主家的本分，从无逾矩。孩子痊愈后，户部计划筹办严政策论研讨雅集，邀约京中文人盐商汇集见解，协助完善盐政革新方案。丫鬟前来传话时，我正在账房核对全年流水。此事沈公子知晓。是户部牵头筹办，陆姑娘协助整理文案。公子说集思广益，有益于公务。我将算盘轻轻推至桌前，知晓便好。雅集花厅宾客满座，20余位文人商贾齐聚。陆婉堂端坐侧位，淡青婢子衬得身姿温婉，条理清晰，剖析淮北严政积弊。看见我进门，他立刻起身相迎，语气客气：“沈夫人来了。我还怕这些点论空谈扰了你打理账目，我确实无心研读空发典籍，过来看看钱粮数目是否稳妥。”他神色微僵，随即温和圆场：“夫人最是务实，难怪沈郎中总说你做事可靠。”众人轮番讨论严政革新，诸多引经据典的论述我听不懂，可涉及钱粮数额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一位盐商起身附和：“陆姑娘所言极是，淮北盐税减免30%，盐价下调，百姓便能减负。”陆婉堂点头认同：“减税惠民才是经世根本。”我适时开口提出关键问题：“盐税修减30%。淮北每年国库收入直接减少42万两，这笔空缺打算从何处填补？”满堂瞬间安静。陆婉堂诧异看向我：“夫人如何知晓税额总数？”户部去年盐税总账记录在册，淮北全年上交140万两，30%便是42万，账目清晰可查。他面色微变：“这只是粗略构想，国策不能只盯着银两数字，国策落地根基便是钱粮民生。数莫失衡，再好的构想也只是空谈。”席间有人打圆场，称数额只是细枝末节，不必过分较真。细枝末节一旦出错，再宏大的国策也只是空中楼阁。陆婉堂勉强维持笑意，从袖中取出一叠账目摘要，当众展开：“这些是沈夫人逐笔核对的账目摘要，精准详实。我们讨论严政，正该以这些实数为依据。只是我陈写时仓促，怕是有几处笔误，还请诸位海涵。
我平静开口，确实有5处差错。他身形一僵，我取出随身存放的原始底本，平铺桌面。淮北前年上交盐税138万5千两，你整写为133万5千两，凭空少记5万两白银。其余4处也皆是尾数偏差，2份纸张并排摆在众人眼前，差额一目了然，花厅落针可闻。陆婉堂指尖微微发颤，连声致歉：“是我陈写诗分神，不慎漏记数字，险些耽误公事。5万两绝非微小疏漏，你说数额只是末节，可这一笔笔数字直接关联盐运司官吏清誉，只因誊写粗心，便会引人怀疑地方官员贪墨库银。”我转头看向全程沉默的沈怀瑾，语气平稳：“沈郎中，这份采自户部的账目，未经核验，便交由众人传阅讨论国策。作为户部主事，你该作何解释？”他脸色灰白，满心愧疚，当即起身致歉：“是我疏忽，未提前核对战抄文稿，也未劝阻当众传阅档案，是我的过失。往后所有策论数据，必经3遍核院方可传位。”说罢，他亲自收起草稿，当众致歉。全程未曾偏袒半句，我不愿继续停留，独自离开花厅。我未等到雅集结束，径直返回绸缎铺。冯掌柜见我孤身归来，连忙收拾店铺后间小屋，不问缘由，供我暂住。入夜，沈怀瑾寻至铺中，官袍沾了尘土，神色疲惫：“为何不回府居住？”府里的人心与分寸，我再也梳理不平。今日雅集，你当众指出疏漏，是对的，是我行事不周，委屈你了。我平静回应：“账目出错，指出来是本分，谈不上委屈。”他面色发白。晚堂回去后也自责不已，说自己往日轻视实务，才出了这般差错。他能意识到便好，钱粮之事，容不得半分轻慢。沈怀瑾上前一步，语气放软：“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是我这段日子只顾着赶积案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跟我回府吧，往后凡事都先同你商量。”我起身，将2年来他带回户部的300余本账册整齐摞在柜台前。这2年所有户部档案，我每本核对3遍，无一处差错。你策论引用的所有钱粮数据，我逐一检验修正。你的仕途，你的策论，根基全在这一枚枚算盘珠子之上。可如今清理严当，你便觉得官盐典章高深，反倒觉得商户流水浅浅。他眼眶泛红，声音发颤：“我从未忘记你的付出，只是一时被积案冲昏了头，失了分寸。可你的所作所为，处处都在忽视。他安居客院协理公务，我躲在绸缎铺度日，你的心思偏向何处，一目了然。”他无言辩驳。府中小厮匆匆来报，陆婉堂称次日便搬去户部临时职房，不再叨扰府中。沈怀瑾下意识转头看向小厮，又望向我，进退两难。公务要紧，你且回府安排。你非要这般冷言相对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他最终还是转身离去，走到门口回头：“明日我再来接你回府。”不必劳烦。第2日登门时，他说陆婉堂幼子风寒反复，大夫叮嘱静养几日，便暂留客院，待孩子痊愈即刻搬走。我淡淡一笑：“那就安心静养。”他从袖中取出城南干果铺的糖渍梅子，是从前我最爱的零嘴。还在生气？谈不上生气，只是看清了许多事。昨日是我言语失当，我向你致歉。无妨。他坐在柜台矮凳上，轻声道：“往后严正策论的每一处数字，我都会亲自核验，不会再出现前日的疏漏。你仔细核对便是，切莫因数字出错耽误朝堂公务。”他望着我，语气怅然：“阿满，你从前从不会这般疏离。从前我不必独自住在绸缎铺，不必一再退让自己的底线。”他一时语塞。这时，冯掌柜引着客人进店盘账，柜台前站着一位身着藏蓝直气的男子乔松年，常年奔走商队，皮肤微黑，气质坦荡爽朗。他将厚厚一摞商队流水账放在柜台。听闻贵铺可代客梳理账目，我自行核对2月，始终无法凹平收支。我快速翻阅账册，进项出项混杂，多处往来账目模糊不清。3日之后前来取账，费用10两。他十分诧异：“我耗费2月毫无头绪，3日便能梳理完毕？3日足够理清所有查核。”他爽朗交付银两，临走前礼貌询问：“打理账册的便是沈夫人。”我名金满，这间铺面是我的嫁妆。在下乔松年，常年往返南北商路，京中人人传言，有位女账房核算速度胜过户部郎中，今日特地前来求证。他含笑告辞，擦肩而过时，沈怀瑾神色暗沉：“他只是往来客商，前来委托盘账。”仅仅是客商？我抬眼看向他。沈郎中今日是来核对账目，还是来盘问我的往来？他面色一白，沉默许久，低声劝我归家。我婉言回绝。他驻足片刻，落寞离去。3日后，乔松年准时前来取账，翻阅完整册，梳理清晰的流水，满眼惊叹：“我耗费2月理不清的乱账，你3日便梳理得明明白白，连隐秘往来差额都一一标出。这是我赖以谋生的手艺。这般本事，
只困在绸缎铺太过可惜，你大可开设独立账房，专门为商化核验账目。自那日后，乔松年时常登门，有时送来南边特产，有时委托盘账，不多闲谈。待到日暮，便自行离开。开春，京中文人圈流传陆婉堂所作《盐政十义》，辞藻华美，篇幅上万，读书人争相传抄。文中半数钱粮数据都出自我往日核对的户部档案，行文标注：据户部旧档，皆是公务成果，未曾单独署名。后来文人相聚闲谈，有人询问他如何看待我，他坦诚说道：金满姐姐算盘打得极好，我往日轻视实务，觉得经济之学重在格局眼界，如今才明白，没有分毫精准的数字，再大的格局都是空谈。是我从前眼界窄了。话语传入铺中，冯掌柜点头称是。我指尖依旧平稳拨动算珠，备齐铺中最难梳理的3本陈年旧账，再邀约东市相熟商户前来。东家打算做什么？开设一场公开盘账会，让众人分清落地实物与空腹文论，孰轻孰重，也给京中商户做个示范。账目清晰才是立身根本。3日后午后，我在绸缎铺门前支起长桌，摆放2套算盘，对外宣告：全城任何人皆可携带杂乱账册前来核验，但凡我核算进错，赔付白银100两。整条东市人声鼎沸，围观百姓、商户络绎不绝，也有几位推崇文论的文人前来，想看个究竟。梁铺掌柜率先递上半年杂乱收支账册，我双手同时拨动2副算盘，噼啪声响不绝于耳。半年总收372两，支出358两，差至14两。3月小米货款重复记账所致。掌柜惊觉困扰半月的难题迎刃而解，连连道谢。随后布庄掌柜递上年久破损的账册，一盏茶功夫，我便理清所有差额。接连7本杂乱账册，我全部在3刻钟内核对完毕，无一处差错。围观百姓喝彩声此起彼伏。人群中，乔松年缓步上前，取出厚厚一册跨地域商对账册。我翻阅片刻，眉头微蹙。账目夹杂已货、异地结算，梳理难度远超先前所有账本。整整3刻钟，我落下最后一颗算珠。账面收支看似平衡，但一笔私下给合伙人的货款走了暗账，未录入总账，因此你始终觉得账目存在疏漏。乔松年眼底满是敬佩，坦然坦言：这笔暗账是我私下安置家父的提子银钱，未曾告知旁人，你仅凭数字余额便能推断，实在难得。他望向围观众人，高声说道：金掌柜的本事从不是资路迷教，而是分毫至究，所有杂册名声根基都离不开精准无误的数字。围观百姓纷纷称赞，称我的核算本事胜过户部官吏。人群之外，我望见沈怀景立在街角，一身月白长衫，面色复杂。身侧的陆婉堂神色郑重，带着几分钦佩。陆婉堂本是随文人友人前来观会，眼前景象让他深受触动。人群安静下来，他上前一步，语气平和诚恳：金掌柜核算账目确实娴熟，我往日轻视实务，今日亲眼所见，才知钱粮数字才是经世根本，是我从前浅薄了。我放下算盘，从容开口：陆姑娘，盐政典章是治国框架，钱粮数字是落地根基，二者本无高低之分。盐政实义、半数数据都出自户部核对过的档案，若无精准数字支撑，策论便只是空洞文字。他脸颊微红，郑重颔首：你说的是，往后我定沉下心研行算学，补足实务短板，不再通谈沦论。沈怀景主动上前半步，温和开口：是我先前也有偏颇，未能及时点醒。实务账目从来都是治国根基，不可轻视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底满是迟来的清醒。阿满，我所有策论引用的数额，全是你一笔一笔核对整理的。我从前竟从未深思这份分量。户部原始档案错乱繁杂，2年间你所有策论引用的数据，我全部逐本答评。沈怀瑾，你引以为傲的经国大道根基全在算盘之上，你从前从未看清。乔松年上前取走自己的账册，轻声道别：金掌柜，往后商对账目，我长期托付于你，来日再登门。临走前，他礼貌与沈怀景对视一眼，坦荡无半分避讳。沈怀景无暇顾及旁人，目光牢牢落在我身上。陆婉堂微微欠身致意，便随同友人离去，分寸得当。盘账会后，众人重读盐政实义，接连找出多处数字疏漏。陆婉堂当即修订重发，还在文末增补了数字为基、实物为本的感悟。京中文人也渐渐明白，经世之学从来离不开分毫精准的核算。不久，陆家宅邸解封，陆婉堂带着幼子搬回老宅。临行前，他亲自登门绸缎铺，送来一封致歉信与谢礼，坦诚从前轻视实务的过错，认可我梳理账目的真才实学。我收下信件，退回了谢礼，只当是同业之交的正常往来。第2日，沈怀景前来，身着未更换的官袍立在柜台前。阿满，我没有抬头，指尖不停拨动算盘。有话直说。长久沉默，唯有算珠噼啪作响。我错了。我手上动作短暂停顿，随即继续核算。错在何处？他上前一步，字字诚恳，复盘所有过错。第一，
罔顾你的意愿，执意让晚唐驻清音阁，突破你的底线。第二，雅集之上未能第一时间核验文考，让你整理的账目出现疏漏，未及时维护你。第三，心底暗自轻视盘账实务，觉得官盐典章远胜商户流水，忽视你2年间为我为公付出的所有心血。你欣赏他的学识，愿意接济旧友，推进公务，我都可以理解。但你不该一边享受我梳理账目带来的便利，一边将我的谋生手艺视作不值一提的俗日，还觉得我是心胸狭隘。我从未觉得你俗气，只是从前固执认为官言规制晦涩难懂，不愿静下心承认实务才是一切的根本，是我眼界狭隘了。我从柜台下取出早已备好的和离书，平整摊开在桌面。签字吧。他猛地抬头，眼眶通红。你当真要与我和离？我搬离府中，不是为了等你低头认错，是看清我们2人看待世事的理念本就不合。你追求庙堂典章的格局，我安于实务账目的踏实，勉强相属只会互相消耗。沈家长辈那边，我早已递过话，体面分开，于你于我都是解脱。他凝视和离书许久，指尖颤抖，数次落墨歪斜，才写下自己的姓名。我轻轻吹干墨迹，妥善收好文书。嫁妆铺面，契书我会派人前去府中清点，你的私人物品分毫未动。客院早已清空，晚唐也搬回了陆家老宅。他抬眼望向我，眼底满是遗憾。你没有想问我，往后是否再会与他相见？这是你的私事，公私分明即可，不必告知于我。他神色落寞。你已经全然不在意了。一纸和离书落地，你往后研讨典章，接济何人，都与我无关。我们好聚好散，彼此体面。他僵在柜台前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我转身走向后堂。阿满，我脚步一顿，静静听他说完心底藏了许久的话。从前我说你不懂严正规制，后来我反复回想，其实你比我更懂钱粮根本，是我眼界狭隘，一味追捧纸上论论，不愿承认我引以为傲的抱负，立了精准账目，根本无从立足啊！我淡淡一笑，心底早已无波澜。我通晓账目，也明白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便足够。走入后堂，冯掌柜递上热茶宽慰。东家坦荡利落。窗外夜色彻底笼罩街道，沈怀瑾静静伫立片刻，终究转身离开。当晚，我取出全新空白账本，在扉页工整写下4个字：金氏账房。和离之后，我将绸缎铺改造为独立账房。乔松年送来亲手题写的匾额，上书离毫不差。我执意支付笔墨酬劳，他只说是抵先前梳理商队旧账的费用，几番推拒，我以3两白银结清，才算收下匾额。盘账会一事传开，京中商户络绎不绝，上门委托核验账目，绸缎庄、粮行、钱庄常年往来。按账目规模收取5至50两酬劳，每一本都再三核对，从无差错。冯掌柜每日打理铺面，时常感慨：东家如今比从前经营绸缎铺还要忙碌。他是靠手艺谋生，心中安稳。沈怀瑾其实数次远远来过，深夜对账时，我偶然望见街对面茶楼，他独自静坐，隔着街道遥遥望向铺面，从不上前打扰。一壶清茶过后，便悄然离开。陆晚堂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，他闭门苦研算学与实务，不再空谈经论。后来带着幼子离京，去往南方书院，专门教导女子钱粮核算、民生经济。临行前，他托人送来一箱算学典籍，信中说愿更多女子能凭手艺安身立命。典籍送到铺中，我妥善收在书架上，偶尔取来翻阅。有熟客偶然认出是陆晚堂所赠，随口议论，我也淡然置之，从未借此贬损对方。乔松年登门时恰好看见书架上的典籍，随口笑道：陆姑娘倒是有心，如今也做起了实务传习的事。女子凭手艺立身，总是好事。他朗声笑了许久，随后放下一包徽州湖笔，笔杆厚重，锋好细腻。多少银两？赠与你的，不必付费。不收钱，笔墨我不能收。他无奈让步，收3两白银，交付笔墨时，指尖短暂相触，他耳根瞬间泛红。不必拘谨。他轻声询问：金掌柜，你的账房是否缺少人手？伙计足够，无需添人。那常年供应笔墨纸张的差事，可否交由我？铺中也有固定供货商户。他不再多言，安静站在柜台旁，看我分类挪放账本。片刻后，轻声道：你拨动算盘的声响，比世间所有乐曲都安稳好听。我指尖一顿，算珠散落一地，弯腰逐一捡拾。少说恭维话，这本账目还差3盐差额未核对完毕。他含笑不再打扰，静静等候。次年开春，我盘下隔壁铺面，打通扩建账房，招收3名年轻伙计，亲自传授核算本事，定下铁规，所有账目至少核对3遍，数字未能炸平，绝不交付客商。一名16岁小伙计被杂乱账目困住，眼眶发红，坦言反复核对5遍，依旧差2两白银。我双手同拨算盘，一炷香便找出所有疏漏。单笔进货计3两6钱，销货计3两9钱，
单币差值3000，5币同类疏漏相加，便是2两。小伙计满眼敬佩，我轻声叫道：“日日打磨，10年之后，你也能做到分毫不错，手艺从不会辜负踏实之人。”乔松年送来春季商队流水账册时，我正手把手教伙计核对盐商往来收支。他安静在门口等候许久，轻咳一声才惊动我：“今日怎会过来？”送来本年流水，铺中自有账房先生，可我信不过旁人核对，只放心托付于你。他倚靠柜台，望着我拨动算盘的双手，缓缓开口：“还记得初次我送来那本暗藏暗账的账册吗？”记得，书里3刻钟才理清。那笔暗账是供养家父的治病银，另一半是我多年积攒的娶妻积蓄，跑商3年，年年存下一笔，如今已经攒够。他抬眼直视我，耳根通红，却清晰把心意说尽。我心中属意的姑娘，恰好精通账目，往后家中内外收支都想交由她打理，不知金掌柜愿不愿意？铺中骤然安静，我手中捏着一枚算珠，沉默片刻。想要托付我打理所有账目，先要过我这一关。他一时茫然。何种关卡？我取出全新空白账本，扉页工整记录往来明细。乔松年南北商队，春季账目已核，数额无误；夏季账目已核，数额无误。赠送徽州湖笔1次，计价3两，钱款2清。赠送糖炒栗子2回，价格暂未核算，往来品行尚可，人品待长期核验。他低头看完字迹，开怀大笑。后堂伙计纷纷探头张望。金掌柜，这笔账记反了，本该是我亏欠你诸多心意，往后我一生所有收支，尽数交由你掌管。谁亏欠谁，还需慢慢核算。他收敛笑意，眼神真挚坦荡。无妨，我们还有大把时日，一笔一笔慢慢算。窗外暮色四合，账房灯火通明，崭新的空白账本平铺柜台，无数空白页面等候往后岁岁年年，一笔一笔填满安稳日常。我轻拨算盘，珠子清脆碰撞，声响温润动听。夏末时分，沈怀瑾最后一次到访京师账房。那日铺中客商络绎不绝，成堆集账等待核对。他安静排队等候，待到天色昏暗才轮到他。他身形清瘦不少，官袍宽松不合身，眼角生出细纹，两鬓添了几缕白发。他将一本泛黄的户部旧盐税总账放在柜台。这本3年前的积压档录，我独自核对3日，始终找不到差额，想来唯有你能理清，按市价付酬劳。我快速翻阅卷宗，淡淡开口：“这本账册当年我早已全部打平。”他低声苦笑：“我心中始终存疑，放心不下，只能前来寻你。”我不再多言，双手同时拨动算盘，2刻钟后停下动作。第37页，淮北押运税银记录有误，制面3200两，按前后收支核对，正确数额应为3020两，凭空多记180两。他低头反复核对卷宗，苦涩发笑。我3日无解，你片刻便寻出疏漏。收回账册，他取出1包糖渍，每一次放在柜台，还是城南那家干果铺的味道。一点薄礼，感谢你帮忙梳理账目。我没有伸手接过，他也不强求。抬头望向墙面，离毫不差的匾额，眼底满是释然与遗憾。这块匾额题字极好，如今的你通透踏实，比从前自在许多。我也这般觉得。他浅淡一笑，转身欲走，又驻足回头。当年户部研党会上，你一眼算出淮北掐合18两，彼时我没能及时询问，你是何时察觉的？翻阅第3遍卷宗时，便算出尾数差额。原来那么早。长久沉默后，他郑重致歉：“我一直欠你一句道歉。从前说你不懂严正规制，是我眼界狭隘，看不见实物手艺的珍贵。往后我定会谨记，钱粮为本，实物为先。”我轻轻颔首，无需多言宽慰。他手持账册走入暮色，出门时与前来送栗子的乔松年擦肩而过，二人短暂对视。沈怀瑾望向我一眼，随即收回目光，彻底消失在街道尽头。乔松年将热腾腾的糖炒栗子放在柜台，笑意温和：“方才离去的是沈郎中？”“前来委托盘账。”他不再追问过往，将油纸包推到我手边。拨算终日，指尖冰凉，多吃几颗暖手。窗外暮色沉沉，账房灯火次第点亮。我剥下一颗软糯香甜的栗子，恍惚想起多年前没人问我擅长何事，满堂人嗤笑，唯有沈怀瑾说国库亦需账房打理。那句话我依旧记得，只是心中再无半分酸涩。乔松年忽然轻声开口：“还记得当年那笔暗藏部的娶妻积蓄吗？”“自然记得。”“那笔银两早已存足，如今只差掌管账目之人点头应允。”他目光坦荡落在我身上，脸颊泛红，静静等候我的答复。我握着温热栗子，抬眼看向他，缓缓开口：“想要执掌你的全部收支，先同我算清往后数十年的人情账目。”他愣了一瞬，随即放声大笑，满是伙计的闻声看来。“任凭你核算一辈子，长短盈亏，我全部认下。”
来日方长，慢慢清算。暮色铺满街巷，账房灯火暖亮，崭新的账本静静摊开，留白无数，静待往后岁岁朝夕，细细记录每一笔安稳欢喜。我抬手轻拨算盘，清脆声响落满整间铺。